美国在击落了我国的无人飞艇之后，日本也在这时候找事了，说看到中国的气球后就要出动战机紧急升空应对，在必要时要使用武器将其击落。来看详细情况如何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近期美国的气球事件算是引起了全球的关注。虽然我国一再解释这个气球只是我国的民用无人飞艇，是用来进行科研活动的，之所以会飘到美国去，是因为受到气象活动的影响，出现了严重偏航的现象，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但美国方面可不会管这气球到底是干啥的，直接声称这是我国的监视气球，是专门监视美国用的，并让这个气球在美国上空飘了好几天都没击落。直到后来事情闹得太大了，出动 F2 战机，发射了多枚响尾蛇导弹才将其击落。击落之后还不算完了，海军还出动多艘军舰封锁了海域，对气球残骸进行打捞，并声称并不会把气球残骸归还给我国。与此同时，这神秘气球似乎是在全球都出现了。除了美国被击落的这个气球，五角大楼还声称在拉丁美洲也看到了神秘气球。日本方面在这时候也借机巡视，表示在2021年的9月和2020年的6月，自家东北部地区也看到了和飞到美国本土相似的中国侦察气球，并对此事进行了调查，认为这种气球相当于侵犯领空。根据日本的自卫队法，自卫队应该出动战机紧急升空进行应对，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武器将其击落。但对是使用何种武器，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。对于日本做出的这个举动，摆明的就是和美国一唱一和，针对我国的这个气球大做文章，企图达成自己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。目前在日本的自卫队法中，仅允许在正当防卫和紧急变现的情况下，对那些侵犯领空的航空器使用武器。而这次引起全球热议的气球是失去了控制，飘到了别国，本身没有携带任何的武器，并且飞行高度也超出了2万米，无论是民航客机还是战机都达不到这个飞行高度，因此对他人造成不了任何威胁，是一个没有任何危险性的气球，也并没有侵略别国领空的意思。一般来说，像这种开火进行攻击甚至击落的行为，会被其他国家视为一种军事挑衅，很有可能爆发战争。即便是上世纪的87年的前苏联飞机经过冲绳岛，日本方面也只是进行了射击警告，并没有开火击落。所以像21年和20年的上空出现疑似中国气球，日本方面也只是认为他们没有迫切危险性，并没有出动战机进行应对。那么又为何针对这次的气球事件，日本又重新做出决定，要求自卫队出动战机，在一定情况下甚至开火击落呢？这自然是得到了美国的受益了。虽然美国一再声称这个气球是一个监视气球，但却对它没有任何的限制措施。在发现了这个气球后，依旧让它就这么在自家上空飘着。为了炒作这个气球，还专门出动了3架加油机帮 F2 加油，在天上飞了上百圈，最后一句太高了打不着，而且打下来的碎片会误伤民众，就不了了之。如果说真是监视气球的话，又何必拖拖拉拉的等到这个气球飞了好几天了，才出动战机用导弹击落的？也正是这番操作之下，让美国国内的不少人都认为，美国政府应该进行反击。这也让美国政府在接下来的对华制裁中，有更多的理由调集国内资源了。毕竟以前在制裁中国的时候，美国国内的很多企业也受到了损失，这帮人可是十分反对制裁中国的。而日本在看到大哥的做法后，也有样学样，对前几年发生的气球事件进行调查。既然是调查后要求使用武器击落了，那么肯定要升级一下自家的武器了。毕竟日本签订了和平条约后，武器发展就受到了很多的限制，不能拥有远距离杀伤性武器。而在通过了这个决定后，日本政府就有理由部署一些远距离杀伤武器了，比如说战斧导弹和防空导弹。特别是日本政府还声称发现气球的地方是宫城县和青森县，这2个地方都是日本自卫队的基地，会不会也太巧合了？
自从美国智库做出台海冲突的推演后，大家也都知道了日本的这些基地是解放军的第一打击目标，因为他们能给美军提供源源不断的补给，而日本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基地被摧毁，因此就要加强军事部署。但日本作为一个签订了和平条约的国家，进行这些军事部署会引起巨大的舆论反响，所以便找了这么个借口来达成自己的目的，并且还能让美军在日本的军事部署变得更加合理，因为这类型武器都是日本没有的，只能找美国帮忙。通过美日这一连串的反应也能知道，这次的气球事件并不是突发的，而是早有预谋的。